大家好，欢迎来到贝学院的视讯线上。我们今天2025年8月20号晚上9点，那这时间点，我们今天的主讲刘冠宏教练，罐头教练已经来到我们线上。好，那我们这时间点，我们就来邀请我们专业的刘教练来为大家做开讲。谢谢知音伙伴，各位伙伴大家晚上好。我第一次在这个，先谢谢知音伙伴邀请我来这边上课哈。那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个童军安全跟防偷拍实务。那平常我在这个课程上面会有比较多的互动机会，所以呢，如果待会在问问题的时候有意愿回答的伙伴，可以多多发言，这样子可以吗？好 ，OK， 可以，谢谢。好，那我们先来下一页。好，那大家看得到这个荧幕上面的字吗？有的，有。好，谢谢。那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哈，我叫做刘冠宏。那知营教练，知营那个伙伴，他之前有在我的那个简报上面有秀出说，我之前是黎明工专哈鲁拉童军团的团员。好，那目前其实我已经很久没有机会跟童军团合作，就是很久没有办法加入童军团，实在是没有空。但目前呢，我们还是有在各地，好，比如说国小或者是社会有在做一些这个山林的活动，包含了攀树啦、攀岩、垂降啦、溯溪这一类的。那主要都是在教学这个跟安全有关哦，所以我们自己有一个新奇国际有限公司，那我是这间公司的活动总教练。哦，那我同时是中华民国防身术竞技协会的常务理事，也是特勤随护保镖协会的秘书长。那我们很荣幸能够跟防身术接触，原因是因为其实我也是这个法律事务所的特别助理，所以呢，我们有很多的相关案例。哦，那都可以跟这个防身技能搭配起来，包含收证的技术，我们都会完整的跟大家分享。哦，那同时我也是机构据点的英法族运动教练，那这些都是目前我正在服务的一些机构。好，那我们就进入下面一页咯。好。那今天为什么我们会来到这边去分享防身术呢？其实跟之前这个知营伙伴他在那个赖贝学院上面有秀出一个连结，是跟偷拍有关的新闻稿。好，那个不算新闻稿，就是分享。哦，那在那个分享当中呢，我就发现到好像可以把这一个防偷拍的这种技术可以跟大家分享，所以我就联络了这个知营伙伴。好，那我想大家如果有空，待会可以试试看。好，你们在 Google 的搜寻器上面打上露营偷拍，那你会发现那一个知营伙伴他传的那一个案例，它不是一个偶发事件。哦，我们可以看看下一页。好，这个是我搜寻的结果，我只截图了4页。好，那当然它有重复的案例，有不同的案例，它有好几年前的案例，可是会发现到其实在露营区是一个具有危险性的。好，所以呢，我们可以发现到其实危机随时都在我们身边哦。好，那我们再下一页。好，我想要问问看各位伙伴，你们带团出去活动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遇过类似相关的事情？可不可以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没有？好，都没有，太好了，太好了。那如果我们试想一下，如果这件事情是发生在你们带团的活动当中呢，你的第一时间会是怎么样的一个处理方式？又有没有伙伴可以跟我们大家再分享一下呢？举个例子，
就是假如说我是那个带队的团长，我今天带了一票小朋友或者是一票伙伴去一个露营区露营，结果在露营的过程当中，我有一个伙伴他去洗澡了，然后被人家偷拍，也被他发现。那他大叫救命的过程当中，他大叫有偷拍这色狼的过程当中，各位团长，你们听到了，你们会怎么处理？我们可不可以有2个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的处理方式？有吗？有吗？他没有绝对标准的答案，但是大家可以说说看你们的想法。我先说说看我会怎么处理。我应该会先帮助他，看他有没有就是我的伙伴有没有把衣服穿好，但是先抓住那一个人吧，先帮忙看能不能抓到那个偷拍的人，然后报警处理。是，对，很好，很可能棒，会是这样，对。很棒。那还有没有不一样的处理方式呢？没有，应该大家都没想过这个问题，对不对？好，没事，大家比较客气一点。好，那我们往下面一页好了。其实各位，我们都是童军团。那在早期，贝登堡先生在创立童子军的时候，其实他有一个制度叫做卫兵制度。那当初贝登堡他在发扬童军精神，他期待的是提升每一位童子军他的品格、技能以及责任哦。但是他的卫兵制度主要就是夜间守望然后巡逻制度就是在夜间伙伴的安全做考量，所以他有一个巡逻的一个模式。那我想请问各位伙伴，现在带团出去的时候，还有没有在使用卫兵制度？就是晚上会排卫兵，有吗？有。有。如果有的话，你们也可以在留言的地方跟我们喊个+1，按个+1，那我就会知道有多少人还有使用卫兵制度。好，那大家在使用卫兵制度的过程当中，刚刚是雅婷说对不对？对。对，那你的卫兵制度为什么会继续沿用下去呢？我们团都会有我们团的童军们都会就是2个，不管我们办什么活动，我们都是2要就是帮忙看1个小时嘛。对对对，结伴。没错。然后帮忙注意伙伴之间的安全。哦，太好了！那就寝之后你们还会有？会啊，就是整个晚上，就是大家轮流对，然后团长也会对看一下。哇，太好了，太好了！但我们家的孩子基本上不太睡觉，他们都是到凌晨的时候才睡觉的。OK， 太好了。好，卫兵制度为什么会提到这个呢？其实卫兵制度是我们在野外安全的一个很重要的守则。那为什么会有这个守则呢？我们往后看下去会继续慢慢跟大家分享。那接下来我们往下2页。这个问题我已经问完了，我们往下2页。好，所以现在的问题是，我今天上线要跟大家分享的，我们到底要学防身术还是要学防偷拍？因为我们一开始的主题叫做避免偷拍成为这个影片上面的主角，可是我从刚刚讲到现在，那我们重新来思考一下这个问题，我们到底是要学防身术还是学防偷拍？那又为什么童军团需要学防身这个技术呢？好，大家可以思考一下这个问题。那我们继续下一页，请大家看一下刚刚我们的议题叫做当你发现偷拍者在拍你的时候，接下来可能会有哪些的动作？那第一个动作呢，可能是匪徒逃跑，因为他害怕了，所以他跑走。那第二个可能的画面是这个
偷拍者他抢夺了，你去抢夺偷拍者的摄影器材，那就像雅婷刚刚所说的，擒住这个匪徒，并且大喊色狼，并且大喊请人来支援，但也有些人会不知所措，甚至还有其他各种的方式。可是啊，这全部都会存在了一个可能的危机，就是歹徒离你很近。歹徒离你很近。那有一种台语话叫做更小灯熊体所以当他知道你发现他了之后，他很有可能会对你产生攻击的行为那所以说到底我们遇到偷拍这一件事情，我们把这个人揪出来了之后呢，我会不会有立即的危险？我的伙伴有没有办法来救我？这就是卫兵制度很重要的一个模组。如果没有伙伴在旁边，你怎么喊救命？可能危险还是会发生所以刚刚雅婷有提到这个，他们还是沿用这个卫兵制度，真的是非常非常值得赞许的一件事情这是一个很好的，如果大家以后有活动，也鼓励大家持续这一个卫兵制度那回到我们刚刚说的，当发现偷拍者之后，我们可能会是一个歹徒近身攻击的一个对象。那在这个时候，如果是在座的各位，你有办法可以面对歹徒突如其来的攻击吗？这个是大家今天晚上上课希望大家能够去思考的一个问题。为什么要思考这个问题？因为现在的社会随身都有太多没有办法预测的武器在身上，或者是也有很多没有办法预测的那种没有办法控制情绪的对象在旁边。那所以当你又近身，正在情绪高涨，然后衣服可能还没有穿好的过程当中，他来攻击你，你是一个可以防身的一个伙伴吗？这个就是我们在野外露营可能会需要学习到的一个项目那我们下一页。好，所以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技能学习是这样子，为了要让大家自我保护的技巧能够增强，才能够提升我们危机处理的能力那技能有包含哪些？其实包含了个人警觉，我想这个很容易理解，还有一些基本的防身技巧跟日常防护。那最后我会跟大家分享手机怎么来检测偷拍的镜头。我们先来从个人警觉来说，我们去到一个营区，每一位要去洗澡的时候，你有办法可以警觉到这一个厕所或者是这个浴室有没有偷拍的摄影镜头吗？大家可不可以分享看看，如果你们去到这个营地，你们都怎么检查卫浴设备或者是镜头这件事？还是我可以对不起，知营伙伴请说。我有办法可以点伙伴回答问题吗？可以啊可以对啊那各位伙伴不好意思因为我想说互动一点，我们可以多方的去互相认识那我想要请黄志博伙伴可以帮我回答接下来这个问题吗？不好意思，我刚刚没有听清楚。可以给下一位吗？谢谢。给下一位还是我好？那蔡生安伙伴可以回答我接下来的问题吗？我不大，还不熟。没关系，没有对跟错。我现在的问题是这个样子：如果我们去到了一个营地，那各位都是团长，在座的各位都是团长，或者是童军团重要的干部。那你带团出来，整个团队的安全一定是首要。那你们平常在卫浴的检测，或者是环境营地的巡逻，通常都是怎么操作的？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看看？因为我们去的时候都是有伙伴，就是像我们宜兰就是去的就是
就是好像没有特别去注意这一块，没有特别去注意。好，好，谢谢，谢谢。那个各位没有对跟错，好，我们今天之所以坐在这边聊，就是跟大家分享我的经验，好，分享我们在外面宣传这个防身术的一个模组，好，那不代表大家有对错的这个问题，它不存在，啊，我们主要的目的是希望大家能够安全，就是这个样子而已，哈。那我想要再来问问看，那个伊娃。可以问问看你吗？老师请问。好，我想问问看，就是你们团在外面会去做相关的检测或者是环境的检查吗？应该是也会有那个事先的去勘察地形。是。对。OK。好，那有没有一个什么样的 SOP 帮助你来做检查这件事？我不晓得因为我都是服务员，不晓得。好，来，各位，我们现在我想要邀请大家来当坏人。为什么要邀请大家来当坏人呢？其实我们要保护自己，我们首先要有坏人的思维，我们要理解坏人去偷拍他的目的是什么。他的意图是什么？如果各位今天你是一个偷拍之狼，你想要在盥洗室来去拍摄，不管是正在沐浴的或者是正在如厕的伙伴，那你的目的是什么？你想要拍到的是什么？大家思考一下。那你不用回答我，但是呢，从你思考的过程当中，我想要来问问看小德伙伴，你觉得按照这个，对，林小德伙伴，按照刚刚我所提示的，你来思考一下坏人的思维，你觉得在一个厕所里面，大家想要拍到的是什么东西？就是在厕所里面的人物本身，就是对，所以应该那些手机或什么偷拍的镜头的话，应该都会以它的直视的角度是在你就是它有没有，就是你坐的正中位置，或者说你淋浴的那个正中位置。太棒了，太棒了，谢谢小德伙伴。对，没错。当我们有了这个坏人的思维的时候，你就会知道我要去查找的卫浴测试这个针孔摄影机大概在什么位置。那针孔摄影机只会在营地出现吗？其实不是哦，在饭店也会有很多的存在的一个机会。所以我带我的小孩出去饭店住宿的时候，其实我都会让我的小孩去做一次整个房间的巡视。所以呢，鼓励大家接下来带队出去的时候，可以让小伙伴们一起来练习这件事去把这个营地的周边、卫浴周边去做巡视一次那提升大家对于偷拍的这个警觉心。好，那这是第一个个人警觉的部分，我们要知道歹徒他可能的目的在哪里。那我想要请那个雅婷，可不可以帮我把荧幕往回调到一个我刚刚的简报很多那个截图的那一张？对，很好，你有办法帮我放大吗？一张一张放大吗？不用，你只要帮我放大整个荧幕。整个荧幕？对，他有办法。这样吗？对，很好。那请大家往面向荧幕的最左边，中间有一个厕所的画面，然后中间有一个红框框，有看到吗？对，滑鼠再下来一张。这个？对，这一张。好，
这一张呢，这一张的它的画面在说的是摄影机在那个排水孔里面，所以呢，它被找出来了。哦，那这一个部分是要让大家知道说，刚刚那个小德伙伴说，直视是一个很直观的，但是排水孔这种隐藏很良好的位置，也有可能会产生针孔摄影机的一个存在的一个机会。那所以说，我们在检查的时候，对于这种排水孔啦，或者是插座冷气孔，它都会是一个我们可能可以去检查一下的一个范围。这样大家可以理解我的概念吗？好，应该可以了哈。可以请问吗？请说。显示的我们在看它的重点是，比如说你看到哪些迹象，就会可以确定它是。好，太好了，这个问题很棒。那个知音伙伴，我跟你说，大概10分钟之后我会讲到这个部分。好的，谢谢。我会好好完整的回答你这个问题。好，那我们有了一个坏人思维之后呢，我们就能够帮助我们提高了警觉。好，那再请雅婷伙伴帮我回到我刚刚的那一张。好，对，那接下来就要进入到，当你有了个人警觉之后，就要进入到基本的防身技巧了。然后，那基本的防身技巧包含什么呢？包含的就是如果你去抓到这个偷拍的人，然后他来反击你的时候，他来反抗你，甚至要击打你的时候，你有没有办法去保护自己？所以这是我们要提升我们自己防身技巧的一个概念。那日常防护的部分呢，就是平常我们要养成习惯，外出的时候尽可能不要太过，就是洗澡的时候我们尽量不要围着一条浴巾就出来，这样比较容易危险。当然我们在一般野外营地不会发生这种事情那只是说这个是属于比较饭店式的一个思维。好，来，那我们来下一张。好，个人警觉的部分呢，还包含了留意陌生人的行为。我们在洗澡的浴间旁边会不会有人？我跟大家分享一个我个人的习惯，就是我带我的小孩去露营，或者是去这个外面的公共厕所，我通常会让我的小孩敲了门，把门推开，花个3秒钟的时间，推开门1秒钟、2秒钟、3秒钟，经过3秒钟才踩进去。原因是因为我会去确认到这一间里面到底有没有陌生人存在。通常内急的习惯是推门就要冲进去的，但是在公共厕所这种没有保全的一个环境之下，或者是野外营地没有保全的情况之下，那直接冲进去是会发生危险的。那这个危险呢，我们实际上有辅导过一间学校，它就是有这样子的问题。在学校上课期间，有一个小朋友他脱队了，要去上厕所，那他就进入到学校的厕所，殊不知学校的厕所躲着一个外来的那个歹徒在里面，结果那个小孩进去之后就没有再出来，因为他的脖子被人家割了。那这一个故事其实它是一个真实的，就在台北市的某间学校。那所以从这些的讯息呢，我就会辅导我的小孩去外面上厕所或者是营地上厕所，首先要让自己有3秒钟的一个检视，先扫视这个厕所有没有不良分子或者是陌生人躲在里面。那它当然也有另外一个好处，就是当我们推门进去，如果是有人正在如厕，他没有锁好门，我们还不至于去冲撞到人家，让人家很尴尬。那所以说
这个也是一个不错的一个动作，可以鼓励大家进入浴室、进入帐篷前，先多扫视一下，花个3秒钟。包含进电梯也是一样哦。先看一下这个电梯有没有人怪怪的，如果有，我们也不要进去。那这是个人警觉的问题的部分。好，那我们接下来下一页。好，那基本防身技巧，现在您看到的这个荧幕呢，是我们一个警戒的防身手势。那这个手势很简单。把你的右手拿起来放在你的眼睛下方，然后胸口正前方，然后左手在后，右手在前，脚前弓后箭，双脚开跟肩膀一样宽。它其实有点像拳击的基本动作。那这个动作它很重要的事情是，你看它的样子就好像在跟你说，你不要靠近我，不好意思。他可以做这样子的解释，就是哎呀，不好意思，我不小心打开你的门了，不好意思，我可能不小心碰到你了，真是对不起。可是看起来没有戒心的一个动作，其实它可以很好的防御敌方来的任何一个举动，因为他的手把整个胸口都护住了。所以你们可以开始慢慢的养成习惯，让自己有这样子的一个手举起来的一个动作，来做保护自己的行为。好，那这是基本的防身功夫，因为防御是一个很自然的行为。当人有挥手过来要拿棍子打过来的时候，你的手会很自然的就举起来。可是你想，你的手如果放在大腿边，棍子来的时候，你要从大腿边举起来，跟你从胸口举起来，哪一个比较快？那所以说这一个呢是初期跟大家分享的一个基本动作。那它可以帮助大家比较快速反应。好，那我们下一页。好，没有画面。好，对，等一下我看一下，我直接分享你的简报，因为刚刚先暂停分享那个。好，等一下，没有嘞。好，没关系，没有画面，我直接用讲的。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进入到，当我们这个防御姿势做出来了之后，这个防御姿势就是当我们去抓到歹徒之后，我们应该要做的哪些事情？第一个就是先保护自己，不要让他攻击我们嘛。所以呢，这个也在前面先跟大家分享。那再来抓到偷拍，那刚刚那个知营伙伴他提到的，我们要怎么样去扫视我们的卫浴，或者是我们的房间，或者是营区，它其实是有一个基本的流程的。第一个呢是用眼睛看，眼睛看有没有什么地方是你是坏人的时候，你会很直觉把摄影机摆在那边。如果有这样的地方，而且那个地方刚好它的隐蔽性又很高，你可以优先去找。当你第一个优先去找的地方排除了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可以按照插座、插孔，或者是一些电视下方的一个死角，那去找找看，有没有类似的针孔摄影机。那再来就是卫浴，有没有在排水沟、排水管里面去隐藏。那除了排水沟、排水管，天花板也会有所以像之前有一些学校的校长的事件，就有把针孔是藏在天花板上面，结果被发现的。所以多一分警觉，我们先从可能的场域先去做搜寻，搜寻完了之后再来去次要的，再来最不可能的地方再扫射过一次，这是一个基础的顺序。那再来怎么判定它是有针孔的一个
情况呢，手机或者是高明流的手电筒是一个很好的伙伴。如果大家有出去可以带着手机或者是高明流的这个手电筒那在照射的过程当中，玻璃有的时候是会产生反光的。然后呢，镜头它又很特别。你现在如果在电脑前面，你可以看看你电脑的针孔摄影机，它上面应该是有一点点凸起来的半圆形或者是圆形的一个镜头样子。那其实它是会产生聚光效能的，所以你的灯如果打在那个镜头上面，它会聚焦在中间呈现一个点。那也或者是它会反光。那这样子呢，会很好判定它是玻璃面或者是光滑面。那这个时候你就会可以提高警觉。如果你只要看到类似的这样子的光滑面，你不一定要去拆开它，但是你可以随身带着那个电工贴胶布，电工胶带一滚15块20块这种，直接在那个玻璃面上面直接胶带贴起来。就算它是摄影机，它都可以把它遮蔽起来，那就可以帮助我们不动声色的保护我们，也不会跟歹徒正面起冲突。那这是一个可以考虑的行为做法。那通常我们家会做这件事，那我们也跟我们的很多的学员会去分享这件事。好，那接下来我想要跟大家介绍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呢比较特别，但是这个东西我可能会需要先解除我的背景一下，所以我先稍等我一下好，现在解除我的背景，各位看我手上的这个有没有人知道这个是什么东西？有的话你可以跟大家说。好，没有 OK， 跟大家讲一下，这个是反监视跟反监听的一个侦测器那这个侦测器你会看到它其实这里有6个灯，这6个灯只要照到镜头就会像我说的一样，它会聚焦，它就会呈现一个红色的点。那你可以透过中间的这里有一个遮光视窗，你可以看到它中间的圆心的地方会呈现一个红点那就可以有很大的机会证明它是有聚光性的镜头或者是球面的玻璃这样子的一个固体在那边。那接下来呢，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叫做网路探测网路探测，只要我有网路，像我的手机现在随时在传输那它就会产生哔哔叫的声音如果同时有那个光滑面再产生这个哔哔叫的声音，就很有可能是针孔正在拍摄，而且正在储存东西。那这个关系到的事情是这样，一般有记忆卡的摄影机，它的体积比较大所以比较不容易隐藏起来。那如果它能够要直接存，又能够不需要人力时常的去更换记忆卡，大部分都会走网络路线。所以呢，你有了一个这个样子的侦测器摆在你去换洗的这个预测旁边饭店，或者是你要去巡视的一个场合，它对你来说都是一个比较好侦测到针孔摄影相关的一个机器，可以帮助大家。那这个东西其实我没有在卖，你去虾皮看你就可以知道，它其实很便宜，几百块就一支，普通的就很够用所以呢，我也会让我的小孩出去外面住饭店的时候都带着一支，随时他就东扫西扫。虽然到目前还没有扫到摄影机过，但是我在这个部分分享给很多的保全人员，训练了很多的保全人员，基本上保全人员都要会，尤其是这个医院的保全跟饭店的柜台，他们都要会因为他们有这个反侦测的义务
那这个东西呢是一个可以搜寻这个可能偷拍的仪器的一个项目。那鼓励大家可以去参考一下，要不要添购一个。那这是几个比较基础的一个防偷拍的概念，从我们的一开始保持警觉，再来去多一点点的时间去搜寻，再来准备一些扫射的反监控的一个仪器去扫这些荧幕镜头。那最后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像雅婷伙伴说的，要去这个叫搜证，找监视录影器。其实有很多的这个露营区，他们的监视设备、监控设备其实不太完善，他们的那个镜头不一定能够这么清楚的拍摄到我们要的画面。所以呢比较建议的事情是，当你遇到这个偷拍的危险的时候，你可以比较低调的先离开这个歹徒身边，但是你要去记住他的容貌，用自己的头脑去记忆。那甚至你在跟他起冲突的时候，请一定要技巧性的保持距离，把他带到镜头前面。但是不是拿你的手机出来反摄影他，因为手机拿出来反摄影他，可能就会激怒对方，爆发冲突。那你一个冲突还没解决，你要解决另外一个冲突，这是会让你的处理过程非常复杂的。所以呢，你在这个过程当中要扮演的叫做带动歹徒移动到我们好搜证的位置。所以冷静，然后带动歹徒去收集证据，这才是我们平常在跟大家分享的重点。并没有很单纯的就是看到歹徒了抓住他，然后大喊救命。那这样子是没有办法完全帮助我们的。甚至可能会让我们发生危险。对，那这些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概念。那这个概念呢，是希望大家多一分的警觉。其实概念是这样，技巧很多，我们有太多的防身技巧，包含擒拿、夺刀、夺枪、摔人、反摔、反制，但是这些东西学的再多，它都没有警觉心来的重要。所以警觉心有了，我们来学技能才能够更好的帮助我们。那我们能力很强呢，其实如果预防可以更早就完成的话，其实我们不需要那些能力，我们只要有预防就可以帮助我们解决大部分的问题。那这是鼓励大家在带团出去的过程当中，可以保护大家的安全的一些简单基础的概念跟大家分享。那我的简报其实就这样子讲完了。那我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啦，就是如果有问题的话，当然欢迎大家来问我。那没有讲很多很深的东西，是因为很多防身术的东西是需要面对面，而且是需要实际操作的。然后我们这边我们是会真实的把这个反监察的仪器直接交给大家，所以如果你们的各团愿意让我们协会的一些教练来去跟你们大家面对面的分享各个防身的技能，包含怎么操作这种反监听、反监控的设备那包含实际的演练，怎么样去找寻针孔摄影机，甚至认识针孔摄影机，我相信对大家一定会有更多的收获那这个是对线上课程，其实我也是第一次那所以防身术的线上课程，今天我也讲得很紧张，也不知道能不能解决大家大部分的，你看能不能对大家有帮助啦就是对。那刚刚那个知营伙伴他有问到的问题，不晓得我有没有完整的回答到你。所以你没有开麦克风。不好意思，好，听到了吗？
哎，听到了，听好到了。 ，OK，我个人觉得是蛮清楚的，因为你把比如说是好监视的这件事情，好反监视，那我们的对象它就是镜头。没错嘛，所有的其实它就是镜头。那的确，它就是都是光学的，就是玻璃面，那会反光。这的确我觉得你已经给大家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反侦查的一个观念，好跟方法。然后我想，其实这个手机是大家平常手上就有了。那有一个就是好小小的，就是刚刚有讲到那个高明流哈。那这个部分其实它有一个专有名词叫做它就是流明啊，流明它是一个光亮度的部分哈。那给你这边反馈这样子。那剩下部分，我觉得包括就是反监视的部分的话，我们怎么去看，然后去检查哪些点？我想其实这一些是已经给伙伴很重要的讯息了。那这一些其实大家我觉得可能更重要的事情是，把这一些观念记住。那从现在开始，可能我们有出去到外面的时候，我们就试着让自己习惯有这一些的一个监视，就是检视的这样子的一个习惯。那应该就会对大家有还蛮实质的帮助。那包括刚才也有提到，就是说，我们不要面对面冲突。的确是我刚才你在问那个问题的时候，雅婷回应，那我另外想到是，那这样会不会有什么冲突的问题哈？那我想，拍照吗？可是，对，应该也来不及拍哈。就是有时候其实歹徒他有可能是他是直接跑掉，那说直接跑掉，那也许其实不过我们通常手机拿出来，它都还是会有反应时间，没办法那么的及时。这的确是有难度的。那刚才你有给大家很重要的部分，就是预防。因为我觉得一个观念就是预防胜于治疗哈，还是要大家警觉性高一点。那怎样去做？像刚才你有提到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就侦查队这件事情哈，这个这的确是在活动场上，我第一次看到是在世界大露营的时候，他的确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安排，就是巡逻队。他们平常在活动，我们自己都自身会觉得很安全，原因是因为我们大家同军伙伴，大家已经都很习惯，大家会守望相助，所以可能没有太多这些警觉性。我觉得对我来讲是这样的，我的观感是这样，我不知道说其他团是怎么样哈。那我想其实你的这一点提出来，我想是很棒的一件事情啦。对啊，那剩下的部分我想其实好跟大家讲一下哈。今天讲师的时间他因为10点他还有另外一堂课，好要上课这样。也就是说各位就是如果你有什么特别的想法，那想要做提问要交流，我们就利用这个时间点，这样好不好？好，我直接来好，已经有雅玲举手了，好，雅玲麻烦来。你好。我想请问一下，如果说我们有发现到这样的，有像说在饭店或者营区有这样针孔，可是是像您说的是网络的，它并没有人在现场，那我们要怎么做这样的一个举报、通报，或者是像如果是饭店，有可能也可能是那个饭店的某些人，我们应该可能没有办法直接跟饭店回馈，对吗？如果要举报的话，如果要回馈的话，通常会建议是报警，这是第一个比较保守的做法。最一开始我们在训练人员的时候，他们第一批训练出来，他们只要在外面找到针孔，他们就会去拆。但是呢，有很多的镜头其实不是真的镜头，它可能只是小小的灯泡。但是被我们误会了成为镜头，当我们拆掉它的时候，我们就算破坏了饭店或者是对方的设施，这属于在法律上面叫做毁损。所以呢，我们现在是不鼓励大家去拆它。那我们会鼓励大家，就是你可以带着胶布把它贴起来，就像我的手现在把镜头挡起来一样，你就看不到我了。我拿走就看到我了。就是这样子一个模式，你就可以把那个镜头先挡下来。那先挡下来之后，不管它是镜头不是镜头，你可以提出疑虑，然后你可以向警方或者是饭店的柜台来提出疑虑。这个他们是会主动协助的，因为饭店它是特许行业，它是必须要1个月扫除这个要举办这个反针孔的一个全馆的侦测。所以呢，他1个月会检查至少1次以上。所以你去到饭店，你会看他有那个反监孔摄影机的合格的那个
标章贴在柜台旁边，这就是他们有这个责任，有检查的责任跟检查的义务。所以你对你的这个检查是有疑虑的时候，你可以向他们提出，他们会来协助的。嘿，这样有解决到你的问题吗？了解，谢谢您。谢谢，谢谢。好，谢谢雅玲的提问。那接下来我们还有谁要提问呢？好，所以我们先拍照好了。好哦，太好了，我们先来拍照一下。我们的习惯通常是我们会在这个时间点，我们大家先拍个照一下。好，那我们来邀请各位先把利用这时间点，我们就镜头打开，我们一起跟我们的讲师来合影一下。各位可以方便开镜头的人，现在都开好了吗？开好了，开好了哦。好，那我这边要拍照喽，稍等我一下下哦。这边好，好，拍好了。谢谢观赏贝学院讲座，喜欢请按赞、订阅、分享，请给我们鼓励及支持。